我是季燕跟我妹妹赌气下交的女朋友，我暗恋了季燕7年，在妹妹走后，季燕说她爱我。之后，我陪着季燕创业，在她身上耗费了我整个青春。在她发达的时候，妹妹回来了，季燕在妹妹的低头下，轻易的就原谅了她。后来，我知道了妹妹的秘密，她给了季燕一个噩梦，又装作救世主去拯救她。季燕从公司回来，一反常态地吻住我，她的吻疾风骤雨般袭来，不带一丝欲望，倒像是怨恨和报复，以至于季燕的这个举动没有让我感到开心，反而让我很不舒服。我抗拒着推开她，季燕微喘着气靠在我的脖颈，摸着我手上的伤疤，轻声地说：“江芷，我们结婚吧。”手臂上的伤疤隐隐作痛，但我并没有在意，只一心想着结婚的事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吧。我开心地反抱住了她，在她耳边絮絮叨叨着我的计划。季燕的身体渐渐放松下来，宠溺地对我说：“都听你的。”季燕去了洗澡，留在桌子上的手机一直响起消息的铃声。季燕不会防备我，她会从网上学习如何给一个女生安全感，她不会跟任何一个女人亲密接触，每次有聚会时都会带上我。她会让我查她的手机，每次手机消息的时候都会给我看一眼，让我放心。虽然没有结婚，但她给了我满满的安全感。所以，当手机消息响起来的时候，我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她的手机，就是这一眼让我如坠冰窟。发消息的人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江婷。江婷这个名字是我让季燕改的。当时我偶然看到季燕对江婷的备注还是亲亲老婆时，我还和季燕冷战了好几天。后来是季燕把手机备注改了，跟我解释好久，也买了很多礼物送我，我才原谅了她。当时我会这么生气，可能也是因为自卑吧，害怕他们又会重归于好。江婷给季燕发的消息是：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愿意原谅我吗？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跟江芷在一起也只是逢场作戏。当初是我对不起你，在国外时我也很难受，可能是因为对不起你吧，我的生活也过得一塌糊涂。你不愿意理我就算了，这是我应得的，但我当年出国也是另有隐情。如果你愿意听我解释的话，明天晚上来老地方，我请你吃饭。江婷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。江婷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从她来到我家开始，她就获得了所有人的喜爱，包括我喜欢的季燕。大学的时候他们在一起了，可江婷在毕业后果断和季燕分手出了国。季燕颓废了好久，是我一直陪伴她，开导她。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，季燕跟我表白，我和她在一起了。这段时间，我们好像回到了季燕没有遇到江婷的日子。我看着这些消息，只想冷笑。江婷当年出国哪有什么隐情，无非就是觉得季燕没钱。当年她跟别人说起时，我跟她就玩玩而已。她又没钱，我不可能跟她结婚的。而且你们不觉得，让一个别人永远都得不到的清冷男神，在你脚下摇尾乞怜，很有成就感吗？他得意洋洋地往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。江婷是知道我喜欢季燕的，在中学那段时间，因为相似的经历，我和季燕在学校抱团取暖。他接着道，他最怕我跟他提分手了，我一提分手，他就求我，我让他下跪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跪下，其他人都起哄，不愧是你呀，婷姐。季燕表面一副高冷的样子，想不到私底下被驯服的这么卑微。哈哈哈，婷姐什么时候玩腻了？送我们玩玩呗。她摇了摇酒杯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我看着他们像对待一个商品一样，对着季燕评头论足。我本不应该冲动，但我还是没忍住上去揍了江婷。我被其他拉偏架的人打得满身是伤，但江婷也没落得什么好。由于我手劲大，江婷的脸很快就肿了起来，后果可想而知。我被爸爸关进了杂物间，我是家里的罪人，不用爸爸吩咐，佣人也不会这么没眼力见地给我上药。那个时候，我由于伤口感染发炎引起了发烧，躺在杂物间昏昏沉沉的，我一度以为我要死在那，
最后还是我命大挺了过来。我病好后去学校，季燕对我单方面冷战，不用想也知道，是因为我打了江婷。在家里，江婷为了维持她单纯善良的人设，她没有对我做什么，但到了学校，江婷找了人来教训我。在我放学的路上，我被小混混拖到了小巷子里，带头的人拿着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，放到嘴里吸了一口，对着我吐了一口烟雾。小妹妹，可别怪我，谁让你惹了不该惹的人。他把烟头往我手臂上按，我吃痛地叫了一声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的拳打脚踢。我透过人影间的缝隙看到了季燕的身影，我祈求地看向他，希望他能救救我。季燕和我对视了一眼，我从他眼里看到了漠然，他没有丝毫犹豫地走开了。顿时我心如死寂。他们打够了，一人举着手机，其他人开始撕扯我的衣服，我拼命挣扎，但也无济于事。最后他们走了，我捂着衣服在那坐了很久。第二天，季燕跟我说话了，谁让你敢打江婷的，这是给你的教训。见我没反应，他又大发慈悲地跟我讲，我把你的裸照拿回来了，以后别再针对你妹妹，否则我不会再帮你。我当时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他真的还是以前的他吗？他真的还是以前那个一心要护着我的人吗？季燕洗完澡，她坐向沙发，拿起了手机。我装作没有看到消息，专心致志地摆弄着手机，余光却一直看向季燕。季燕的表情一点点冷了下来，她搓了搓手指，这是她思考时的表现。季燕真的已经放下江婷了吗？那她要跟我结婚，是因为跟江婷赌气吗？这几年我一直不敢想这个问题，现在我不想再这样，季燕是时候做出一个选择了。我摸了摸手臂，打断季燕的思考。明天是我们在一起3周年纪念日，记得早点回来，我们庆祝一下。季燕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眉头紧锁，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嗯。我甚至都怀疑她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。不过这还是让我松了口气，不管她有没有放下江婷，最后她选择是我。第二天，我去订了蛋糕，也给季燕准备了礼物。季燕其实不大重视这个日子，但因为我重视，每年这个时候她都会和我一起庆祝。我做了一桌子菜，打电话给季燕，季燕没接。我想着她可能有事，就没再打过去。等到更晚一点的时候，我又打了个电话，季燕还是没接。我打电话给季燕的秘书，秘书告诉我季燕很早就离开了公司。很早就离开了公司，那她去了哪里？总不能是为了给我准备礼物。我放下了手机，颓然地闭上了眼睛。季燕还是去跟江婷见面了吗？我守着这一桌子菜，看着他们逐渐失去了热气。我内心在不停地挣扎，我已经想要放弃季燕了。在这么多年里，我都没能让季燕放弃江婷。我的青春全耗在了季燕身上，我应该及时止损。这个时候，季燕给我回了电话，我有事，你不用等我了，先吃吧，回去我把礼物补给你。可电话那头分明传来了江婷的声音，季燕，江芷管得这么严啊，这个时间没回去，还要找他报备一下。江芷跟你在一起可真幸福，这就是季燕说的有事吗？忙着陪江婷吃饭，我哑着声音说，你和江婷在一起。季燕解释道，她刚从国外回来，我带她转转。江婷在一旁咯咯笑道，妹妹别生气，我和季燕没什么的。我忍不住大声质问季燕，她这么多人不找，非得找你，你是我的男朋友，你就不能拒绝吗？季燕的声音冷了下来，你能不能别想这么多，不要这么敏感。季燕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。我没吃饭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一直到凌晨，我听到了隔壁房门被打开的声音。我是该庆幸季燕没有和江婷过夜吗？那天之后，季燕给我买了很多礼物，像是在补偿我。我苦笑一声，现在她对我还有愧疚心，等我继续纠缠下去，她可能会连一点情谊都不顾。在暗恋她的7年里，我深刻认识过这一点。高中同学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，邀请我们去。我本来不想参加，高中生活没给我带来什么美好的回忆。
但江婷手里有我奶奶给我留下的遗物，她威胁我要去参加。我不打算跟季燕说，一来是季燕往年从不参加同学聚会，二来也是因为我跟季燕自那天晚上起便有了隔阂。我不觉得季燕会去，所以当我看到季燕和江婷一起来参加聚会时，我是很意外的。不过仔细想想，对象是江婷的话，那也确实是情理之中。同学们看到季燕和江婷一起来，把微妙的眼神落在我身上，空气一时安静了下来。还是班长打破了沉默，难得今年的聚会来这么齐，这酒店还是季总出钱包的场，大家都玩得开心啊，气氛热闹了起来。江婷高中时的小姐妹凑到江婷身边，婷姐，还是你面子大，以前季总可没有参加同学聚会，你一回来他就来参加了。江婷捂着嘴笑了2声，可别这么说，说不定是姐姐来了，阿燕才会来呢。她虽是这么说，却是在别人看不到的角度递给了我一个挑衅的眼神。他搂住季燕的手臂，娇声对着季燕说：“阿燕，你说是吧？”季燕没有睁开手臂，她看向我，应了一声。我死死盯着季燕的手臂，然后看着她的眼睛，想从里面找出一丝一毫的愧疚。可是她目光坚定，毫不心虚。我顿时就泄了气。现在我只想要回我的东西。我私下找到江婷，我来参加聚会了，把东西给我。江婷不急不缓道：“急什么？”她用手一上一下抛着项链，笑得得意。从小到大你一直比不过我，不管是爸爸的爱还是季燕的爱。我一回来，季燕就放弃了你，你应该很伤心吧？成绩好又怎么样？除了那个没有眼力见的老太太喜欢你，没有人会爱你。现在她被你克死了，哈哈哈！我清楚她是想要激怒我，所以我忽视她的话，固执地伸出手要项链。你要项链是吗？那就自己下去拿吧。江婷说完，就把我的项链扔进了水池里。我还是控制不住地生气，积攒已久的怒气爆发，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。江婷啊了一声，跌坐在地上，脸上却带着得逞的笑意。等把人吸引过来，又换上楚楚可怜的表情。季燕很紧张地走了过来，把江婷扶起来后，二话不说扇了我一巴掌。我来这里跟他没有关系，只是正好顺路，你这么敏感干什么？现在还打你，妹妹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季燕对着我劈头盖脸一顿骂。江婷在季燕骂完我后，才慢悠悠出口解释：“阿燕，是我不小心把妹妹的项链掉在水池里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她打我是应该的。”我深深地看了一眼季燕，季燕却是一脸愤怒地看着我。她不会因为误会了我而感到歉意，她只知道我打了她的珍宝，那我就该被打。我想我该放弃季燕了。我性子倔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凭着一股冲劲追求季燕，但现在我却被撞得头破血流。事实告诉我，我该放弃季燕了。我跳进水池里找项链，还能听到季燕安慰江婷的声音：“不就是一条项链吗？你扔了就扔了，是她不对，为了这点小事打你。再怎么说你也是她姐姐。”其实季燕在遇到江婷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她会义无反顾地站在我这边。我和季燕初中时就是同学，当时班里就我们2个人比较瘦弱，老师就把我们分在一起做同桌。季燕的妈妈去世了，爸爸是个酒鬼，喝醉了酒就喜欢打他。我妈妈也去世了，爸爸娶了他在外面养的小三，在继母的打压下，我在家里活得也很艰难。因为家庭原因，我们总受到其他人的欺负，因为即使打了我们，也不会有人为我们做主。有一次，有人在我的桌子上涂画，还把我的书扔进了垃圾桶里，是季燕陪着我把书捡起来，然后把我的桌子擦干净。那天季燕心情很差，一整天都心不在焉，跟她说话她也慢半拍才回。直到放学的时候，季燕拉上我，在那个人去网吧的路上埋伏，然后给他套了个麻袋，把他揍了一顿。他这个人平时就欠，得罪了不少人，套着麻袋，他也不知道是谁打的他，最后不了了之。那时季燕就是我的超级英雄。从小到大，江婷就对我敌意很大，她乐衷于抢我的所有东西。
他因为嫉妒我学习好，怂恿爸爸把我安排在一所教育资源很差的初中上学。他这么小就学会了怎么挑拨离间，学会了算计。最后，我凭借努力上了这所他要走后门才能上的高中。他怎么会不恨？他看上了季燕，他需要从季燕这里展现自己的优秀和魅力。季燕知道我的家庭状况，所以他在第一次见到江婷时就没给他好脸色，在他阴阳怪气我时也会帮我怼回去。他因为我对江婷的是好视而不见。江婷向季燕请教题目，被季燕的一句我也不会给堵了回去。本来没什么，但季燕是年级第一。有一次我和季燕闹了矛盾，谁也不理谁。江婷在我们之间当起了和事佬，打着帮我们和好的旗子，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她插在我们两人中间，姐姐也真是的，怎么能和你闹矛盾呢？如果是我一定不舍得凶你。我们两人都没说话，她一个人对着季燕叨叨地讲，妹妹她就是太小家子气了，他们都觉得妹妹小气，难成大事，为了这么点小事生气。季燕停下脚步，谁说的她小气？江婷一脸茫然。我问你，谁说她小气？江婷吞吞吐吐，就做同学呀，爸妈也觉得她小气木呢。我不需要从你口中了解她，还有我们不熟，别靠我这么近说话。这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以后她也会跟我说这样的话。江婷的眼睛霎时就红了起来，我看到了江婷眼里满满的不甘心。待季燕和我分开后，我听见她对我说，我会把她从你身边抢走的，你不配得到任何人的爱，我的好姐姐。我信任季燕，把江婷的话当耳旁风，季燕是不可能会被她抢走的。季燕在高中时长开了，有很多女生都喜欢她，我们学校的校霸头子喜欢的女生也喜欢她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女生是谁，就受到了校霸头子的针对。就是在那段时间，江婷离季燕越来越近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。很多次我下课离开座位，都能看到江婷坐在我的座位上和季燕说着话。季燕虽然没回应他，但也没赶他离开，他明明最清楚我和江婷水火不容的关系了。我看着季燕一步步走向江婷，却没有能力阻止。他甚至跟我说，我误会了江婷，江婷是一个天真善良的好女孩，我在家受欺负也跟她无关，这不是她能改变的。有时候她看到我被江婷恶作剧，她也只会说是小女孩天性爱玩，我作为姐姐要大度一点，要原谅她。季燕把越来越多的心思放在江婷身上，她看向江婷的眼神越来越宠溺。与之相反的是，她眼里逐渐没有我了。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不安感，死也要死个明白。我去问季燕为什么突然对江婷改观。在提到江婷时，季燕的眉眼都温柔了下来，我只感觉心像被钝刀子一下一下割开。故事很俗套，江婷救了季燕。季燕被校霸打晕，关在了一个房子里，他出钱雇了很多个男人，要季燕尝尝男人的味道。在他们快要得逞时，江婷正好在附近，他让保镖把季燕救了下来。那时的江婷在季燕眼里可能就是一道光吧。季燕身上发生的事太过惊险，以至于我们都忽略了很多不对劲。一向不带保镖的江婷，为什么突然带了保镖，而且正好就经过那片地方？有季燕的默认，没有人会冒犯他来帮我找，他铁了心要给我一个惩罚，惩罚我打了江婷。初春的天气还带着凉意，我撑着身子把项链找到后，回去就病倒了。季燕不着家，我看到了江婷发的朋友圈，季燕在陪受到了惊吓的江婷。照片里他们显得这么般配，江婷对着镜头笑，而季燕的眼神全落在了江婷身上。底下有人留言，恭喜恭喜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啊。某人舔了这么多年，还不是在做无用功，婷姐威武。什么时候结婚？让季总请我们吃喜糖啊！平时不看朋友圈的季燕在底下回复谢谢祝福，我不会再错过他了。虽然早猜到了结果，但还是有一丝丝的刺痛从心口蔓延开来。喜欢了这么多年的人，不可能说放下就放下。
养好身体后，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我最后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眼这里。这5年，我陪着季燕一点点打拼，从一个不足30平方米的小租房到现在这么大的公寓。我决心跟季燕断个干净，不仅是感情，还包括财产分割。公司是我和季燕一起打拼下来的，只是后来我重于家庭，淡出了公司。季燕太拼了，她急于证明给所有人看。在公司做起来后，她也得了很严重的胃病，所以我辞去了公司的职务，在家专心给季燕调理身体。季燕是真的没有良心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我才发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季燕把自己的股份转移给了江婷一部分。我都气笑了，当初为了季燕有绝对的管理权，我把我自己很大一部分股份给了季燕，没想到季燕又把它给了江婷，真是好样的。我起了把这公司毁了的念头，我不准江婷动我的心血。我还没想好要怎么加入死对头公司，让他们相信我不是间谍，他们自己就先找上门了。也是，这几年这个老牌公司一直被打压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突破口，即使希望渺茫也不会放过。江小姐，有兴趣加入我们公司吗？据我所知，江婷回国了，季总天天陪着她，可一点没顾虑您的感受。我打量了一下她，她身着职业装，戴着一副金丝框边眼镜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精明劲。我认得她，她是这个老牌公司的总经理陈和，也是一个在商场上搅弄风云的人物。当初对付她，费了我不少精力。你们怎么会觉得我会加入你们？毕竟这公司也是我的心血。她轻笑一声，江小姐是个聪明人，江婷和您不对付，等季总对您的情分耗尽，公司还会有您的一席之地吗？他品了一口咖啡，我知道江小姐的顾虑是什么，我们公司会以最大的诚意聘用您，股份我们能给到这个数。他用手比划了一下，我低笑一声，不愧是我以前当做的最大的对手，他真的很会揣摩人的心思。我没有犹豫，现在我就入职你们公司。江小姐是个爽快人，合作愉快。为庆祝我们的合作，我手上有点东西，想必江小姐会很感兴趣。回家后，我就打开了录音笔和 U 盘。画面里是一男一女，这个拍摄的角度太刁钻，只能看到2个人影，看不到正脸。但我对画面里的女人太熟悉了，只需要一眼我就认出了是江婷。可能是离得比较远，也听不大清他们讲话，我有点失望。这个视频对我来说没什么用。可视频的最后，那个男人转过身来，我看到了他的正脸，是王晴，那个校霸。江婷原来和王晴是有联系的吗？我隐约猜出了什么，我打开录音，想要证实我的猜想。录音播放，事成之后给你100万。婷姐大方，为了个穷小子你还真舍得，好歹以前也跟过我，要不要考虑继续做我女朋友？闭嘴，你不准透露我们的关系，否则你别想拿到这100万。好，大小姐，我开玩笑的。明天你带人来南苑108号，实行你美救英雄的计划。我知道了，录音是江婷和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可以猜测出那个男人应该是王晴。南苑108号是季燕差点被男人侵犯的地方。看来季燕遭受的这一切都是江婷导演的。王晴口中喜欢的人是江婷，难怪江婷每次都能在季燕受伤的时候及时赶过去救她。季燕也是在这一次次的拯救中沦陷的。到江婷在南苑108号救下季燕后，季燕彻底爱上了他。他的手段并不算高明，但季燕在那时候正处于缺爱、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小小的一点恩情都会在季燕这里放大几倍。可以说，季燕的沦陷是必然的，而季燕对江婷的爱都是基于这一点的。我期待季燕得知这件事时的表情。不过，现在还不急，等他们在一起时，再让季燕得知真相，才更有冲击力。到时候，季燕还会对我说江婷天真善良吗？她还会觉得这只是江婷生性爱玩吗？我跟在季燕身后这么多年，季燕笃定了我不会离开她，
我发出了分手的消息，他也认为是我在赌气。直到我好几个星期都没有联系过季燕，季燕才给我回了个电话，你又在闹什么？我平静地回他，我们分手了。季燕不耐烦的声音从手机那边传来，你现在要和我分手吗？你是不想和我结婚了吗？季燕，你要清楚，不想结婚的人是你，背叛的人是你。那头沉默了一会，江婷离不了我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要什么要求尽管提，你也别去找江婷的麻烦。我冷笑一声，行啊，你把我当初给你的股份还我。那边又安静了，随后他低沉的声音说，我把股份给了你妹妹，她刚回国没有安全感，你再提别的条件吧。我就这一个条件，你看着办。他语气重了点，僵直，听话。我不听，然后把电话挂断了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大脸呢？电话挂断没多久，我手机收到一笔钱，季燕打来的。相比于股份的分红，这笔钱可以说是少之又少。季燕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。我和季燕分手后，他们两个迫不及待在一起了。江婷在各个社交平台宣布了她的结婚时间，季江集团也在公司的官博上艾特了江婷，这是我们的总裁夫人江婷，祝我们的总裁和总裁夫人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。只要在7月7日发送祝福，就能参加季江集团的抽奖活动。底下有许多人留言，两个人好般配呀，献上祝福，祝长长久久。我是飞球，我去占个位置，拉低你们的中奖率。没人注意总裁夫人姓江吗？季江集团的江指的是江婷吗？好好磕啊！你们还记得之前采访的时候，季燕说有喜欢的人，原来这个人是江婷。季总好深情，我好爱。江婷还给我发了消息炫耀，跟季燕一起吃苦创立的公司又怎么样？最后还不是我的。你说季江集团的江指的会不会是我呢？季江集团是我和季燕一起创立的，当初取名的时候，季燕提议用我们的姓氏，现在想想，他当时想的是江婷吧？被心爱的人抛弃，心里不好受吧？季燕就是我的一条狗，我伸出手，他就屁颠屁颠的来了，赶都赶不走。你信不信我把这段话发给季燕，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嚣张。你发一个试试啊，看他信不信你。你以前告的状还少吗？以前季燕可能不以为意，但过段时间可不一定了。很快就到了他们快结婚的日子，我选了一天匿名把录音和视频都发给了季燕。事情过去太久，这些东西还是不太好查，我贴心的给了季燕缓冲的时间。7月6日晚上，季燕宣布婚礼取消。当初声势有多么浩大，现在江婷就有多狼狈。某博上，江婷的账号底下全在询问情况，猜测季燕取消婚礼的原因。江婷发了一条微博辩解，因为明天结婚我很紧张，阿燕体谅我，延迟了婚期。江婷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，严重到季燕取消婚礼，但她在赌季燕不会弃这么多年的感情于不顾。但季燕本身就是个冷心冷情的人，她能在爱你的时候奉上一切，也能在不爱你的时候狠狠把你踩在脚下。季燕亲自下场打脸江婷，不是因为江婷紧张而取消婚礼，至于具体的原因她自己心里清楚。从此以后我和她不会再有关系，再见面也是仇人。在网友猜测季燕和江婷有什么爱恨情仇的时候，几则热搜解答了他们的疑惑。季燕高中时受到霸凌，罪魁祸首竟然是她。季燕取消婚礼的真实原因竟然是季燕抛弃糟糠妻。江婷小三，霸凌者网友纷纷群嘲，好炸裂啊！现在的即将结婚的人竟然是以前霸凌自己的人，不知道季总有什么想法。他能有什么想法？都抛弃糟糠之妻了，人品就不好。好心疼被季燕抛弃的人啊！姐姐独美，狗男女所死。虽然我匿名在网上发布了这些消息，但短短一天不可能这么快冲上热搜，后面肯定有人在推波助澜。正好手机上有人发来了短信，是陈和发来的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提前祝贺我们的计划成功。这一夜注定不平静。我睡觉会习惯性的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。我醒来的时候，
才发现我的手机已经被打爆了，有季燕打的，有江婷打的，还有我断绝了关系的父亲打的。我的手机一直响，我索性把手机卡拔了。没想到我爸他们找上门找我算账，我靠在门围，听他们对我破口大骂：你个逆女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你妹妹的事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双手环胸，是又怎么样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江婷上前想来挠我，果然是你，你个贱人，见不得我好。我躲过去，看我爸和继母想帮忙抓住我，我把门关了，打了保安的电话。我对他们没什么亲情，江婷抢我男朋友的时候，他们无动于衷。现在季燕跟江婷掰了，倒是来我这找不痛快了。他们被保安赶出去的时候，还在不顾形象地骂我，不过也能理解。这几年江氏集团没落，本来就濒临破产，现在全靠着江婷的关系得到季江集团的帮助。现在这颗救命稻草被我毁了，恨不得啖我血肉。别说江氏集团，季江集团自身都难保。季燕抛弃糟糠妻这一热搜出来后，季江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，股票一天天下跌。在陈和插一脚的情况下，没过多久，季江集团宣布破产。为庆祝胜利，陈和邀请我吃饭。在去包厢的路上，我看到了季燕，她挺狼狈的，一向高傲只在江婷面前示弱的人，现在对着别人点头哈腰。以前创业的时候，季燕认不清形势，不肯放下身段去陪酒，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供货。当时的我满心满眼都是季燕，我觉得她就应该站在高处指点江山。在那段时间，我陪客户喝酒喝到吐，有时候遇到骚扰也只是躲开后隐忍不发。季燕每次都会抱着我，以后等我们有钱了，就不用看他们脸色了，我不会辜负你的，这发达还没几年呢，就把我抛弃了。季燕也看到了我，她脸上一僵，握紧拳头站在原地。我当作没看见她，从她身边走过去。季燕伸出手拉住我，她声音颤抖：我还有机会吗？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甩开她的手，陈和也挡在我前面。季先生，请自重。季燕脸色苍白，她眼眶微红，盯着我看。小芷，我胃痛，真的好痛，我想喝你熬的粥了。我默然，你做梦呢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指望一个前女友给你熬粥？那我们复合，以前都是我被江婷蒙骗了，现在我知道了她的真面目，我一定好好对你。我叹了口气，季燕，你知道我性子的，我当初能在你身后追你10几年，我也能在分手后永不纠缠。陈和适时插话，你这个样子怎么给他幸福？让他陪你再吃一次苦吗？季燕的眼神暗淡下来。曾经很多次，我想过季燕知道这一切后的表情，她会不会后悔当初这么对我？我会不会有报复的快感？可真到这一天，我就感觉挺感慨的。以前的我放不下季燕在那段相伴的日子里对我的好，以至于我一直劝说自己会回到以前的。但我用我沉寂的青春证明了破镜真的不能重圆。我总在想，曾经满心赤诚、满心满眼都是我的男孩，怎么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？江氏集团紧接着季江集团后也宣布破产。听说在此之前，江婷把她手中持有的股票全部抛售，然后又去了国外，留下一堆烂摊子。她爸妈有她也是他们的福气。不过没过多久，在江婷花光了钱后，从国外回来了，听说还和以前的校霸王晴纠缠在一起了。王晴还是个混混，没有正经的工作，天天去街道上收点保护费混日子。我偶然遇到过江婷，她被生活磨平了棱角，乖乖跟在王晴后面。我差点没认出她，她完全变了个样子，脸色蜡黄，穿着也不如以前奢华，全身上下没有一件珠宝首饰。不过她看向我的眼里还是流露出浓浓的恨意，她发了疯般靠近我，但被陈和拦住了。是你毁了我的人生，毁了我的一切，你该死，你去死！王晴抓住江婷，扇了他2巴掌。你在这发什么疯？然后他对着我和陈和点头哈腰，
江总、陈总，不好意思，他精神有问题，冒犯了你们，我代他道歉。我挥了挥手，王晴抓着老实下来的江婷离开了。我知道陈和喜欢我，他也在今天跟我表白了，跟他相处很舒服，但我并不认为我跟他有什么浓厚的感情，所以我拒绝了。我不想再把情感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因为别人的一举一动牵动自己的喜怒哀乐。剩下的日子里，我想不应该再耽于情爱，我应该四处看看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